这是女孩20年来第一次哭泣，眼泪却化作了价值连城的珍珠。无数男人因贪图美色向她示爱，却没有人能活到一夜温存的第二天。因为女孩是一条受过诅咒的美人鱼，一旦有男人爱上她，就会不受控制的心脏爆裂而亡。可唯独有一个人是例外，一个四海为家、浪迹天涯的单身汉，却成为女孩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单身汉在闲逛时，无意间在岸边发现了一条昏迷的美人鱼，出于怜悯，他褪去西装，温柔地为女孩披上，又俯下身去倾听女孩那一丝微弱的气息。男人深知此时若不施救，那女孩必将殒命于此，随后将她送到了医院。当听闻门口送来一名昏迷的女孩时，医生便匆忙地赶了过来。他先是听取女孩的心跳，随后又用手电筒检查她的瞳孔。可就在这时，女孩突然惊醒，随即哼起了一首美妙的音乐。而一旦有男人听到她的歌声，就会不受控制地爱上她。果然，那优美的歌声让眼前的医生深深沉醉。随后他鬼一般的傻笑起来。当音乐达到高潮时，突如其来的一阵心脏刺痛让男人不由得捂住胸口痛苦的呻吟。另一边，当亚瑟刚缴完费出来时，男医生却像丢了魂似的摇摇晃晃地往里走。随后亚瑟急忙将女孩带回家，可此时刚才的男医生却因昏迷被推进急诊室。在担架车上，他的眼神时而迷离，时而沉醉，好似一副没有了灵魂的躯壳。原来只要有男人听过女孩唱歌，就会疯狂地为之痴迷，深深地爱上她，直到最后心脏爆裂而亡。而另一边，当亚瑟扛着女孩走进家门时，刚好走来一名醉醺醺的流浪汉。看到眼前这一奇特的景象，这让他不禁怀疑是自己喝多了。亚瑟费了好大意劲才将女孩带进自己的公寓，而这一幕恰好被邻居瞧见。他将女孩放到了浴缸里，又感觉似乎缺了什么，随后他慌忙地跑出浴室，在一波翻箱倒柜后，才为女孩寻来一件称心的短袖。为了彰显绅士风度，他将头转向一边，颇为温柔地为她穿上。当亚瑟刚要为浴缸加水时，女孩猛然惊醒，她四处张望，打探着周围陌生的环境，心中顿时涌起一阵莫名的恐慌。随后他又哼起了鬼一般的歌声，可奇怪的是，却没有对眼前的男人产生丝毫作用，这让他不由得瞪大双眼，绿色的瞳孔也随之加深。此话一出，他的表情变得愈加惊恐。女孩不敢相信，居然有男人能在她歌声下安然无恙，而她伸出的夺命之手也被男人误以为是在向她问好。随着女孩瞳孔里那道绿光消失，歌声也随之停止。可她依旧没有出声，还是一脸惊讶地看着眼前的男人。亚瑟以为女孩刚才奇怪的举止是在宣示自己饿了，于是他便匆匆地跑去厨房为女孩做饭。男人前脚刚走，女孩便想逃离这里。他试图用双手支撑起自己的身体，可尾气传来的刺痛却让他不得不放弃逃跑的念头。而另一边的亚瑟接到了父亲的来电，当电话响起瞬间，作为音乐家的父亲便听到了电话那头传来的歌声。他告诉亚瑟一定要将唱歌的女孩请到他面前，因为这是他听过最动听的音乐。或许这是女孩第一次来到人类世界，他竟觉得眼前的玩偶是一只真实的鸭子。可当他咬下去瞬间，这边亚瑟与父亲的通话还未结束，便传来一阵刺耳的喊叫声。原来是卢拉韦奇受伤的部位再次复发的缘故，这让他再次不受控制的痛苦呻吟。随着亚瑟将食物端来，他发现浴室已经被女孩搞得凌乱不堪，可他却没有丝毫怨言，而是放下手中餐盘收拾了起来。这或许是女孩第一次觉得眼前的人类并非想象中那般坏。而当亚瑟整理到哪，女孩的眼睛也会跟到哪。或许在他眼里，人类的一切事物他都会感到好奇。随后男人走到一块镜子前，打开隐藏在后边的小柜子，拿出药物。女孩以为亚瑟要伤害她，连忙摆弄着尾气往后退。此刻她的眼中透露出无尽的害怕。当男人要为她的伤口涂抹时，她更是哼起了那夺命的歌声，瞳孔那道绿色也随之加深。可尽管音乐再美妙，对男人依旧毫无影响。或许单靠歌声还不足以让亚瑟为之痴迷，只要没有爱上女孩，他就是绝对安全。直到发现男人是在为自己处理伤口时，他才慢慢的平静下来，眼中的那道绿光也随之消失。此时他才明白，原来是自己错怪了男人。在温柔的为女孩包扎好伤口后，亚瑟想要给她起个名字，突然此话一出，男人的眼神中充满了难以置信。他不敢相信一条美人鱼居然能够说话。这时卢拉突然剧烈咳嗽，亚瑟以为是女孩饿了，于是端来了刚才准备好的食物。卢拉却表示拒绝，因为她并不觉得人类的食物好吃。可看着男人越吃越香，或许是刺激到了女孩的味蕾，她竟也有模有样的学着男人拿起叉子，将食物放到鼻前闻了一下，在确定食物没问题后才张口吃了起来。只一口就被男人那精湛的厨艺惊艳到，他不敢相信这个看起来粗犷的男人竟然能做出如此美味的食物。或许在不经意间，卢拉已经开始放下了对男人的警惕。而另一边，听过卢拉唱歌的男医生却陷入了极度昏迷。
话音刚落，男人的心脏也随之停止了跳动。见到眼前一幕，妻子瞬间泣不成声，她拼命地按压男人的胸部，试图救醒丈夫。可她不知道的是，男人的心脏早已破裂，又怎么可能苏醒？随后的几天里，妻子无时无刻都沉浸在失去挚爱的悲痛中无法走出，她甚至产生了爱人还在的幻想，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直到路人经过，才将哈利拉回现实。忍受不了这种无尽的悲伤，再回想到丈夫临死前嘴里不断念叨出的奇怪语言，这让她决定调查丈夫的死因。第二天早上，男人刚一起床，卢拉便一脸正经地告诉亚瑟，再不将自己送回海洋，不久后男人就会疯狂爱上她，直至心脏爆炸而死。可亚瑟却丝毫不在意，并且在去工作之前，还特意为女孩在浴室里安装了一个小型的移动电视机。一开始，卢拉并不知道这是什么，眼中充满了好奇，直到男人插上网线，放上碟片。当他按下开关时，声音这才从浴室里传出，原来是害怕卢拉一个人在家里太无聊，才想出了这个方法。亚瑟告诉卢拉，无聊时可以跟着电视一起唱。Si vous chantez piano piano. Je voudrais pas retrouver un voisin mort d'amour sur le palier rentrant. Piano, piano. Oui. Piano piano. Piano, piano. Ou molo molo. Molo, molo. Piano piano molo molo. Piano, piano, molo, molo. Bon, je vous laisse mon film. 随后他便急匆匆地赶去工作，可一出门就被邻居大姐拦下。她说她看到亚瑟带了一个打扮成鱼的辣妹回家，说话时眼神中还不忘透露出一丝挑逗。男人知道眼前的大姐一直都喜欢拿自己开玩笑，于是并未多想，而是寒暄了几句后便匆匆离开。可他前脚刚走，邻居后脚便走到亚瑟家门前，熟练地翻开地毯，拿出钥匙，象征性地擦拭下鞋后走了进去。走进去后，邻居一边礼貌地向卢拉介绍自己，一边夸赞女孩的美人鱼装好看。看着眼前这个带有一丝风韵的人类，卢拉保持警惕的同时又带有一丝好奇。邻居以为卢拉是亚瑟的女朋友，于是便向她讲起了男人的过去。原来亚瑟的祖母是一名伟大的音乐家，他创立了一个秘密社团，还签约了许多优秀的舞蹈家和歌手。他们有自己的独立舞台，每晚都会举办隆重的音乐大会，里面的每个人都能享受着音乐带来的美好。No, pas. 但是好景不长，战争的到来导致社团逐渐走向倒闭，于是祖母便将自己的精力汇集成一本名为《花宝》的书，并且交给了孙子亚瑟，同时希望亚瑟可以再次延续书中的故事，让社团再次恢复到从前那般充满活力的景象。最后他还告诉卢拉，亚瑟因为前几人的背叛已经失去了本心。或许邻居大姐真心希望眼前的女孩能够帮到亚瑟，让他再次延续花魁的故事。Ne les dis pas, Gaspard, qu'il s'est passé, hein? Sinon, c'est clair. Mais si t'as besoin de plus de trucs pour essayer de lire, n'hésite pas, moi, j'y connais tout de Louis, cette chanson préférée, tout. Et je suis juste à côté. 而另一边，哈里对丈夫死因的调查也有了新的发现。她从当晚值班护士口中得知，丈夫昏迷前曾在医院门口救治了一个奇怪的女孩，而哈里又怎会放弃这条重要的线索？果然，在医院门口，他发现了一种奇怪的蓝色液体。通过检测得知，这种神秘液体是一种海洋生物的血液，可却无法具体推测出是什么物种。而另一边，卢拉竟学起了邻居大姐抽烟，还没吸上一口就被呛到，同时还打翻了放在一旁的香水，烟头瞬间引燃地毯。随后亚瑟便收到邻居的来电，说他家燃起了熊熊大火。听到此，男人急匆匆地开着他的小三轮车赶了回去。与此同时，哈利也得到消息，蓝色血液的本体正是美人鱼。当亚瑟赶回家时，门口已经聚集了大量的消防员，房子未被全部烧毁。可消防队长就没有那么幸运，他已经被卢拉那绝美的歌声所迷倒。而邻居大姐似乎也看出了异常。Chef, ça va? Écoute. Hein? J'ai l'impression que la fumée chante. Ouais, faut vraiment me croiser, chef. 就在这时，亚瑟也慌张地冲了上来，他急忙向邻居打探卢拉的状况。大姐告诉他，女孩可能已经藏了起来。当他走到门口时，又被消防队长拦了下来。此时队长的眼神已经开始变得木讷，说话也充满着诡异。在警告男人以后要小心防火后，便匆匆离开。随后，亚瑟捂着嘴巴进去寻找卢拉，果然在一张床底下发现被吓得瑟瑟发抖的女孩。当亚瑟将女孩抱出来瞬间，他的眼神中写满了可怜。可面对着男人的质问，他的眼中又带有了一丝抱歉，好似一名刚犯错了的小孩。看着四周一片狼藉，他似乎知道自己错了，因为自家房子被烧毁，亚瑟只能暂时将卢拉安放到邻居家。随后他又再次跑了回去，看着被烧焦成一片的房子，一股难以言表的悲伤瞬间涌上亚瑟的心头。可当回想到女孩刚才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他又悄然释怀。
Comment va votre blessure? Ça tire encore un peu, mais ça va beaucoup mieux. 思绪片刻后，男人这才意识到卢拉本就不属于这里。或许在不经意的相处间，他已经对眼前女孩产生了别样的情愫。但当他知道女孩在这里并不开心时，他便答应送女孩回归大海，还问卢拉在离开前有什么愿望。女孩说还想要听一首沐浴曲。亚瑟叫女孩等下后，便匆忙地跑了出去，随后拿来了一把小提琴。接着两人便在浴室里欢乐地哼起了小曲。亚瑟不想遗忘掉这段美好的时光，于是便提议将两人的合唱记录下来。卢拉坐在男人腿上，眼神温柔地看着亚瑟，两人一唱一和，温馨的画面好似一对如胶似漆的情侣，情至深处间，亚瑟不由得要吻向女孩。可碟片的掉落声却瞬间打破了暧昧的气氛，女孩没有表现的尴尬，反而一脸喜感地看着男人。或许男人的行为正一点点击垮卢拉芳心深处的城墙。就在这时，男人的胸口突然传来一阵刺痛。Vous êtes en train de tomber amoureux de moi? Non, pas du tout. Je vous rappelle que vous avez cramé mon appart. 尽管知道男人这是在骗她，可卢拉还是不由得透露出一股莫名的失望，然后不明所以地问道 Comment ça fait l'amour? C'est comme de la joie. Et ça pique. Ça pique. 而另一边，被卢拉迷倒的消防队长已经被送进了急诊室。看着跟丈夫临死前一模一样的景象，哈里瞬间疯狂。他想要从男人嘴里得到关于美人鱼的一切信息。或许此刻的哈里已经彻底被仇恨蒙蔽了双眼，只想着为丈夫报仇。Je vais la retrouver. Je vous garantis qu'on va en bouffer du poisson grillé. Bah ça tombe bien parce que moi le poisson j'adore ça. Toutes sortes de poissons, le loup, la sole, la dorade. Ah oui, la dorade ça c'est. Mais même les sardines, hein. Quand on en vise les sardines, c'est vraiment bon. 得到美人鱼的消息后，哈里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他要去为丈夫复仇。而在送女孩离开前，亚瑟想请卢拉假扮成自己的女友带她去花堡，因为祖母曾在书中写道，他希望孙子亚瑟可以带上他漂亮的孙媳妇去到花圃体验音乐带来的快乐。面对着男人的请求，卢拉不忍拒绝，答应了下来。于是在去花堡前，男人精心打扮了自己，邻居大姐也为女孩画起了漂亮的妆容。随后女孩坐上亚瑟的三轮车，并往花堡的方向赶去。看着街道上斑驳陆离的景象，女孩感到无比的悸动和好奇。而在路上，亚瑟还不忘给美人鱼女友洒水，顿时让卢拉露出一脸幸福的模样。很快他们便来到了神秘的花圃，看着儿子带着女友到来，父亲难以掩饰心中的喜悦，立刻向花堡里的人介绍起了自己的儿媳妇，随后又给两人准备了惊喜。他叫亚瑟蒙上双眼，拿起准备好的棍子，随后去敲打女孩头上的气球。当他打到气球一瞬间，花瓣随着飘落，这让卢拉第一次体验到了爱情的美好。那份爱如同甘甜的琼浆，滋润了她的心田，让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与满足。此刻的女孩多么希望她和亚瑟属于同一种族，或许那样的话，他们会成为彼此间的挚爱。然而命运便是如此难以捉摸，越是相爱的两人，越是无法拥有美好的未来。或许是因为明天就要与女孩分离的缘故，在卢拉一脸期待下，亚瑟还是向女孩倾诉了自己的爱意。他们在昏暗的灯光下翩翩起舞，男人知道女孩喜水，又带她去到了水族馆。在男人温柔的目光下，卢拉一跃而下，她与鱼儿一起畅游，曼妙的身姿在水中形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看到此，亚瑟也褪去鞋子跳了下去，他向深爱的女孩游去。在星光璀璨下，两颗渴望爱情的心灵慢慢靠在一起。可突然间，亚瑟陷入了缺氧状态。就在他即将昏迷前，女孩游到他身前，捧住他的脸，温柔地吻了过去。然而一切幸福都是短暂的。第二天，亚瑟带着女孩来到了他们初次见面的地方，他想要回顾他们的第一次相遇，然后在彼此的生命中留下这段美好的回忆。尽管万般不舍，身份的悬殊让他们终将分离，或许唯一能留下来的，只有这场甜蜜的记忆吧。在卢拉离开前，亚瑟还为她准备了最后的惊喜。当亚瑟拉开纸片瞬间，女孩的眼神中充满了期待。接着他又拉起一只红色卡通大手，惹得卢拉笑容满盈，眼角间不由闪过幸福的泪花。随后男人又拉出2条美人鱼出来，还摆出了一系列古怪的动作，又一次引得女孩沉醉发笑，最后在撒花中完美结束。男人的精心准备让女孩不由得眼眶通红，为之感动。甚至在男人离开瞬间，卢拉悄然流下眼泪，还化作了价值连城的珍珠。或许这是她唯一可以给男人留下的，她希望这些珍珠可以让男人从此无忧无虑，过上想要的生活。可当男人拿着送给卢拉的礼物回来时，打开门却只看到陌生的两人。原来哈里最终还是找到了这里，复仇心切的他将卢拉带到了实验室，这让亚瑟瞬间陷入疯狂。可一阵眩晕却让他倒了下去，还好邻居大姐发现了异常，假扮成医生唤醒了昏迷的亚瑟。随后两人又成功救出实验室里的卢拉。听到美人鱼被救，哈里追了出来，可此时亚瑟已经带着卢拉往大海的方向赶去。经过一夜奔波，亚瑟成功将卢拉带到水边，随着他抱着女孩缓缓走向中央，卢拉也彻底苏醒。随后两人深情相吻，
好似在做最后道别。当哈利赶到时，卢拉早已离去，而亚瑟却因心脏刺痛倒了下去。看着眼前昏迷的男人，哈利犹豫了，可突然男人的手却拉着哈利轻轻挪到他的胸口，而此时亚瑟的脸也变成了男医生的模样。或许是死去的丈夫想要告诉妻子，医生的使命便是救死扶伤。从穿上白衣服那刻起，他们这一生注定要奉献给每一位患者，即使死亡那又何妨？切记医者仁心。从那之后，亚瑟靠着卢拉留下的珍珠延续了祖母花宝的辉煌，而他自己却即将扬帆起航，踏上寻爱之旅。或许对于亚瑟而言，卢拉便是他的白月光。他以为爱可以填满所有遗憾，可不知制造所有遗憾的却是爱。